为什么中国人的人与人之间常常没有清晰的边界感？为什么中国各单位各小区之间又是壁垒森严？为什么中国会有阳奉阴违这个现象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从爱到死、小国寡民的倾向和壁垒森严这几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专题，从爱到死。中国人的权力界限不要划分得太清楚，我之中必须有你，你之中也必须有我。原本是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对待的态度，在家庭成员之间自然会这样做的，因为一切都发乎真情。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，就必须讲究法权关系，也就是尊重别人的权利，也让别人尊重自己的权利，而不应该搞人我界限不明朗。一个人付出与接受关怀必须是有选择的，因为人的时间、精力与注意力都是有限的。如果他认为对任何人都可以付出同样的爱，就势必会将它廉价化，结果就会达到相反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事实上对谁都没有真的感情投入，只是拿爱当做一个幌子去损害别人的利益，为自己的私利服务，或者甚至连自己也不爱，而随便让自己去做别人的工具。借着大一统或共和之名，中国人其实在搞一种死亡崇拜。中国人这个将国也当作家来处理的民族，是将和合这一套也带到了国民的政治生活中。爱确实是一种凝聚的力量，就正如它的对立面恨是一种离散的力量一样。然而将爱扩散到这样广袤的程度，它就势必向死亡的方向转化。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共和国中，我们确实看不到太多的生机。在这个大整体中，每一个局部、每一个个体都没有明确的自我界限，因此就好像永恒地被保存于娘胎之中一般，被剥夺了诞生下来的权利。小国寡民的倾向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几乎都有大一统的思想。孔子有拨乱反正的思想，孟子有定于一的思想，墨家有上同的思想，法家则更不用多说，简直就是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造的理论根据。唯独道家不然。老子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：太上不知有之，其次亲之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污之。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，最好的政府是连老百姓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的政府，等而下之的是亲爱它、称誉它，又等而下之的是怕它，再次等而下之的是看不起它。这基本上是美化小农经济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地利与我何由哉的状态。中国社会无力做自我组织，而必须有国家去组织。第二个专题，壁垒森严。中国可能是世界史上唯一的人类社群，是除了用一道长城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之外，还把所有大小城镇都用城墙围起来的国家。在传统中国，则不只是大小城镇都有面墙，甚至连乡村也有土墙。在一个讲究和合的大一统的天下中，出现这种现象，在表面上似乎是令人费解的。然而我们不该忘记，在中国的这个礼仪之邦里，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是唯一治天下与大治的渠道。而且中国人是喜欢画圈子的，这个由亲及疏的层次圈，如果一步步往里归纳，就最终必定会连到一个私心。这个私心甚至可以做到不识大体、不顾大局的地步。这个私心与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作风是不冲突的。人我界限不明朗的中国人格，虽然是讲究和合的，是主张我中有你，你中也有我的，都会同时出现城府很深以及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倾向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了解在大一统和合的大伞底下，中国人彼此之间壁垒森严的这种现象。这种倾向在国内最为明显。中国人的这种壁垒森严的倾向与和合的倾向是完全相辅相成的，因为只有在尖锐地突出了谁是外人的同时，才能够深刻地圈出谁是自己人。于是卡住了不给陌生人的东西，才可以用来对自己人做人情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显得亲疏有别。因此只要认识熟人或者有特殊的介绍，对方就不只是让你获得对其他人是封锁的事物，甚至可以为你做出亏损公家的事情。因此大门是壁垒森严的，后门却可以畅通无阻，只要你有办法。
各自为政。一位到国内留学的日本女学生说，从地域上来说，中国是一个大国，比我们日本大很多倍，但是从实质上来讲，却有无数个小中国存在。中国人虽然强调思想统一，但是我在国内1年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是，除了官方意义上的思想统一，以及因产品主义而造成的衣着统一之外，就几乎是任何措施都是不统一的。这类各自为政的情形，也可能是上下交通渠道失灵的表现，有些情形则可能是地方对中央规定做出弹性的修改，自然也会有阳奉阴违、自己另搞一套的嫌疑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产品主义的思想。我出不了头，你也休想出头。还有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嫉妒的现象。